你想要虐杀 BOSS 吗？你想要战斗爽吗？你想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动作体验吗？那么一定要懂得绝区林里的这些战斗机制、核心数值、技能解析以及引擎加驱动盘等养成模式。从29号起到东侧，每天都会更新一期攻略视频，一周带零基础从萌新到大佬，完全上手绝区林。视频工程量极大，4、5加耗时1个多月，角色养成全部拉满，副本声源全部打通，精心研究得来的。如果帮助，请一定3连关注支持一下，非常感谢。大伙记得3连关注后去动态置顶抽取10的68，期待绝区林的小伙伴快点了3连一起冲热门吧！在战斗核心机制上，3侧与2侧相差不大，玩家在每局战斗中能可携带3名角色上场，只是把原先的3种攻击类型调整为了5种角色职业，分别对应角色擅长的不同领域。但从目前已有的角色特性来看，强动和异常角色虽然出伤方式不同，但都可以视为队伍的主力输出，而击破支援角色则充当副希和短的位置。同时，击破角色还可以通过快速击破4横条恢复队伍的极限点数，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队伍的润滑剂和运转核心。至于防护类角色，目前只有一个熊的，除了无敌的得挡能力堪称手残救星，其定位还并不明确，大家可以把它作为半的支援或者击破角色来使用。斗剑战斗系统的核心要素依然是能量值、4横值和宣响值，其中能量值和宣响值属于我方角色战斗资源，每次攻击都能为角色积累能量值，当能量值达到一定数值后，技能图标会变成彩色，咱们就能发动伤害更高、效果更强的特殊攻击。而宣响值则类似于大招条，但和原神崩铁不一样的是，绝区林的大招条是全队3人动响的，需要我们视战斗情况合理选择角色释放大招，比如打出4横了就要用强攻大招输出，需要累计4横值时可以用击破角色太大，一下子就用半短。同时，无论我们在战斗中使出何种攻击，都会积累敌人的4横值。当4横条积攒满德后，我们使用包括普通最后一段、特殊技等任意一种含重击效果的招式，就能打出连结技，并在一套行云流水的 QTE 连招中造成极为高额的伤害。精英级敌人可以连续触发2次连结技，首领级敌人可以连续触发3次连结技，队伍中角色数量不足时，可触发的连结技次数将会减少，已触发的连结技次数达到上限后，敌人的4横值将变成灰色，并继续随时间减少，直到本轮4横状态结束。所以觉得绝区林战斗好玩的，快投1吧！目前而言，绝区林的怪物都有3的关键的数值系统，敌方的生命值悬浮于自身侧上方，4横值显示在生命值下方，4横异伤倍率显示在4横值下方，首领级敌人的信息面板会显示在屏幕右上角，而且绝区林中还有独特的部位破坏，部分敌人身上有可以被破坏的部位。通常情况下，破坏部位的条件为累积一定程度的伤害值，部位被破坏后，敌人的招式或形态可能发生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从4横值开始总结一下绝区林的战斗流程。4横值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敌人会陷入4横状态，此时4横值将变为彩色，并开始随时间减少。陷入4横状态后，敌人将无法行动，并承受额外的伤害。其4横异伤倍率会显示在4横值的下方。4横值满后，需要角色释放重击效果的招式后，才能触发连结技。这时候就有长得帅的观众问了：午觉怎么快速打出更多的4横值呢？目前绝区林有4的基础的程序和4横值有关，其中冲击力是角色在面板上显示的固定数值，相当于角色基础数值。另外，装备能提供一定的数值加成。4横征服区相当于对4横值的增伤程区，一般会由角色技能、武器被动或者其他关卡 buff 提供。4横倍率就是角色的技能倍率固定数值。4横抵抗相当于4横条的防御力抗性。异常状态是绝区林战斗系统的另一个核心机制。绝区林有5大属性，分别为冰、火、电、以太、物理。当角色发动带有属性伤害的攻击时，会给敌人施加一个异常属性积累条。当属性积累条满后，队伍会触发异常状态，受到1次到2异常伤害，然后身上附加 debuff。每种属性都有对应的属性异常。物理属性造成物理伤害的同时，对敌人累积物理异常积蓄值，随之将触发强击，并施加畏缩效果。强击效果能够打断敌人的行动，并造成大量物理伤害。畏缩效果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使目标承受的4横值提升。火属性造成火属性伤害的同时，会对敌人累积火属性异常积蓄值，随之将触发灼烧效果。灼烧效果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造成火属性伤害，施加灼烧效果时，能够打断生物类敌人的行动。冰属性造成冰属性伤害的同时，会对敌人累积冰属性异常积蓄值，随之将触发冻结并施加霜寒效果。冻结效果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使目标无法行动，效果结束时将触发碎冰，造成冰属性伤害。霜寒效果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使目标承受的暴击伤害提升。电属性造成电属性伤害的同时，会对敌人累积电属性异常积蓄值，随时将触发胆电效果。胆电效果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使目标受到攻击时间接性承受额外的电属性伤害，施加胆电效果时能够打断机械类敌人的行动。
以太属性造成以太伤害的同时，会对敌人累积以太异常积蓄值，随之将触发侵蚀效果。侵蚀效果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使目标受到伤害时承受额外的以太伤害。施加侵蚀效果时，能够打断能量类敌人的行动。那么如何快速打出异常状态呢？和四人系统一样，属性异常有4个基础的城区，其中异常长套会直接显示在角色面板上，可以通过驱动盘提升，也是最直观的体现。异常积蓄倍率则和技能倍率有关，目前还需要大量数据进行验证。异常积蓄增幅区和角色被动、武器装备特效以及 buff 有关，是单独城区。最后的异常抵抗则是怪物的数值，一般来说，怪物弱点属性的异常抵抗相较于其他属性会低一些，也就是说能更快打出属性异常。最后就是属性异常伤害，影响最大的就是异常精通值，每一点能提升1%属性异常伤害。其次就是除双爆外的所有输入相关属性，也就是说在异常精通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打出的非暴击伤害越高，你的属性异常伤害也会越高。既然有了属性，那么随之而来的肯定就是属性特质。绝区灵的属性特质有2种表现，一种是打断动作，之前已经讲过了，另一种则是伤害增幅。我们可以查看怪物详细属性来确认它受到了哪种伤害更高，又具有哪些抗性。当敌人某种属性的伤害抗性较低时，对应属性的伤害数字会出现闪白效果；当敌人对某种属性的伤害抗性较高时，对应属性的伤害数字会变为灰色。需要注意的是，这2种特质表现不一定是同一种属性，3人中可能需要带2种属性的角色，一种打属性异常，一种当主力输出，这样就很可能会触发属性异常的另一种特殊机制——紊乱。当敌方已经处于一种异常状态下，咱们这时用另一种属性又打出了属性异常，就会触发紊乱效果，造成大量伤害，并且积累4横值。这机制也让绝区灵的配对变得多样化，不一定每次都要组纯色队。那么这次你想组什么队伍呢？谁才是你的心头好呢？接下来说说关于属性常见的误区。1. 精通计算，异常伤害是根据角色精通来计算的，和原铁不同。绝区灵的异常伤害不仅根据最后触发异常角色的精通计算，也会根据每个角色参加异常积蓄的动线比例计算。2. 物理异常只有物理角色能打出来，目前绝区灵所有角色都可以打出物理伤害，那么岂不是所有角色都可以触发强击效果？在实战中就会发现，非物理角色就算一直打物理输出，也触发不了强击效果，说明只有物理角色才能积蓄强击异常条。既然战斗的核心机制是打出4横阶连携技的话，那么输入手法一般来说就是高异常、高冲击力的角色负责战场，打出怪物4横和异常。支援角色上完 buff 后，高攻击的角色再通过连携技上场，负责爆炸输出。接下来我们再详细讲讲这些角色的技能构成部分。先说普通。绝区灵和原神一样，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普通模组，并且也可以长按。不同的是，绝区灵的角色普通可以和其他技能产生联动，在适当时机长按普通特殊技，就可以派生出不同的招式。我们在实战中合理运用这些派生招式，就能极大程度提升角色的输出效率。在屏幕的右下角，这个循环箭头按钮是功能最多的按键。首先说最基础的切人功能，它和米家其他游戏不同，几乎没有冷却时间，但是无法自由选择哪一位角色登场。点按后，笃定是下一位角色登场，要切换到上一位角色，只能按2下。切人的同时，上一位角色还会短暂留在场上。快速点按切人就会形成3人同时登场的效果。另外，切换角色后，上一位角色的动作不会被打断，还会继续行动，直到完成动作。然后是闪避功能，点按闪避键，角色会向后位移一段距离。如果按住方向键，角色就会向相应的方向闪避。招式发动期间拥有无敌效果，连续发动后，闪避会进入短暂的冷却时间。同时长按闪避键，角色也会切换成奔跑模式，角色持续奔跑一段时间，会让前方闪避后会进入冲刺状态。冲刺状态下，角色移动速度更快，点按攻击键时将发动冲刺攻击。如果你的角色手持刀剑类武器，那么在奔跑过程中会持续得到远程伤害，甚至连炮弹也能拦截。需要注意的是，既然角色的闪避距离短，而远程角色的闪避距离长，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熊德。作为重端战士，他的闪避就非常笨重，在角色即将受到攻击时，点按可以触发极限闪避，并获得短暂的无敌效果。触发极限闪避后，在这普通就能发动闪避反击。招式发动期间拥有无敌效果，闪避反击通常具有较高的伤害和打断能力。然后是极限支援，就像动漫里经常演的那样，一旦有人遭遇危险，同伴就会及时出手。而在绝区灵，当角色遭遇危险的时，后来角色就会上来救场。根据角色武器种类的不同，极限支援有2种不同的类型。其中近战角色为招架支援，可以招架敌人的攻击，累积大量4横值，并打乱大多数攻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正刀。远程角色则是回避支援，可以闪避敌人的攻击，并触发极限视域，也就是暂时间。视域内敌人的行动将大幅减慢。
当然，不管是近战远程，触发极限支援后按下东击键，都能触发极限突击。有些动作游戏萌新可能会担心自己操作不好玩不来怎么办？别担心，绝区灵并没有为难我们，而是贴心的为我们准备了醒目的提示。当敌人发出金色闪光时，立即点按痛德键就能触发极限支援。注意，敌人的红光攻击是无法得挡的，只能闪避，相当于自然的威。反正实战中记住按痛德就是了。招架支援和回避支援分别适合应对不同的攻击。当支援点数不足或后场角色极限支援的类型不满足触发条件时，将无法触发极限支援。触发极限支援后，立即点按普通可以发动支援突击。不过支援突击虽然在战斗中的综合收益高于闪避，但需要消耗支援点数才能发动。我们可以看到支援技的外切有6个德子，这代表支援技的点数潮。如果点数不够，队伍攻击时的金色闪光就会变成红色闪光，此时将无法触发支援突击。说人话就是金端可以得挡，红端只能闪避。右下角支援点数不足就无法震刀。而目前补充点数的手段只有连结技和终结技。实战中我们当然可以在群段和得潮场合中把支援突击当作闪避使用，在得挡或闪避失败时也能免疫伤害，但在遭遇难以打出4人的刀人 BOSS 时，就不建议盲目使用支援突击了。然后是受击支援，当角色受到强度较高的攻击时，当前动作会被打断并陷入短暂的受击硬直，期间暂时无法行动。根据受到攻击的强度不同，受击硬直分为轻击退、重击退、击飞3档，对应的受击硬直时长递增。前场角色被击飞后，短时间内点按痛德可以发动下一名角色的受击支援。屏幕右下角会弹出一个带有下一位角色头像的小窗头，这时按下就会切换角色触发受击支援。受击支援能够帮助你在受到攻击后尽快恢复战斗姿态，避免被敌人打出连招。特殊技分为普通特殊技和强化特殊技。普通攻击、闪避反击等招式命中敌人时，能够获得能量值。处于战斗状态时，能量也会随时间自动回复。角色能量值达到特度后，就能解锁强化特殊技。右下角的战绩图标也会变成彩色。普通特殊技不消耗能量，无 CD， 伤害略大于普通，但是前后摇时间长。而强化特殊技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攻击段数，伤害额外效果，通常具有较高的伤害和打断能力。释放特殊技期间，角色还会增加塔断。接下来谈谈角色的大招，和原神星铁崩坏3全都不一样。绝区灵的大招是全队动用1的能量条，全队当前宣氧值会显示在屏幕的左侧。角色攻击命中敌人或发动特定招式时，能够获得宣氧值，宣氧值达到1000、2000、3.10，将按照宣、特、级的顺序逐步提升宣氧等级，达到3阶后才能太大招，而且宣氧值全队动用，使用完大招后宣氧值直接清零。由于终结技通常具有极高的伤害和打断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选择发动终结技的人选，才能保证收益最大化。要想快速叠加宣氧值，就需要频繁打出4人连携、极限支援以及队伍的异常状态。适当使用不同的大招可以帮助我们适应不同的战斗环境，战胜不同的敌人。如在需要积累4人值使用击破角色的大招，在需要输入时使用强能角色的大招，在需要锯断时使用支援角色的大招。除了上述技能外，每个角色还有一个核心技，由核心被动、额外能力、支援技能组成。核心被动相当于星球提到你的角色天赋，额外能力相当于元素能力的元素洞明，对于屋里有同阵营或同属性的角色时会触发，但我更喜欢称其为羁绊。后续应该就是队伍中3个人的额外能力完全互补才算完美配对。目前因为角色不够多，能让主席等主要辅助达成羁绊即可。支援技能就是上文提到的受击支援和极限支援。别看绝区灵的技能面板这么少，其实每个角色还有不同的分支技能，通过查看出招表就可以看到。不过出招表也并没有显示角色所有招式，还有部分隐藏招式就需要小伙伴们自己摸索了。比如Nita就有几招，短按 E 的同时按顺序按 WASD， 长按 E 的同时按顺序按 WASD， 最后在核心技旁边的6个槽位边，就是大家熟悉的命之舵星魂。抽到重复的角色即可获得天赋+1，所以大家觉得绝区灵什么时候会有满命战神呢？接下来谈谈游戏的养成系统，正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绝区灵的养成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角色养成部分还是我们最熟悉的角色等级加技能等级加命座，装备养成则是殷勤加唱片。殷勤就是角色的武器光锥，驱动盘就是角色的剩余物仪器。殷勤武器照例也有职业限制，职业不契合无法触发武器特效。驱动盘则是属性2件套和4件套。不过在绝区灵里，每个角色有6个位置，一般是2+4的装备方法。刷野途径有0号通洞，35级后出金 ；VR 45级后出金，音像店42级后必出金。主持条选择上也跟以往差不多，主吸、攻击力、双爆、元素伤害、异常精通。击破、异常、支援角色、冲击力、异常掌痛或异常精通，能量自动回复。除了上述的传统项目，绝区灵还是有点新花样的。导错的宠物系统、帮部系统，帮部类是崩伤的武装人偶，在战斗中会自动攻击敌人，并且给角色提供增益。
值得一提的是，绝区营里目前没有奶妈角色，但却有帮部可以为我们治疗。由此可见，帮部的重要性是我们可靠的战斗伙伴。每支帮部有一个被动技能和2个主动技能，一个是处于接战状态时，战斗帮部会自动释放的主动技，支援代理人进行战斗；另一个则需要玩家触发支援技来发动。3者取消帮部的付费抽取模式，改成了免费抽取模式，无法氪金获得。玩家可以通过相关战斗副本、货币、部分活动获得抽卡券。这么用心的系统直接免费白送，这不得给绝区营来的大点赞。不过前期人券有限，也是订单了。大家还有疑问的话，欢迎在弹幕评论提问。后续将会专门出一期详细的全角色驱动牌、殷勤帮部推荐攻略，大家可以先3连关注一手，记得动态置顶可以抽68。下一视频我将会为大家带来 A 级角色强度榜加强度测评、平民战神推荐。感谢大家的3连关注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